这所监狱有个奇葩囚犯，他每天都躲在肮脏的厕所打扫卫生，明知打扫不干净，却一遍遍做着无用功。因为厕所的头顶正好是监狱的比赛擂台，博伊卡最大的愿望就是上台参加格斗。曾经的他本是监狱里最强大的拳王，却在一次比赛时被美国拳王打断了右腿。他摇身一变，从万众瞩目的监狱之王变成了人人唾弃的厕所之王。为了重回擂台，博伊卡每天自愿打扫人人避之不及的厕所，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无人的角落里训练。虽然没有器材，但博伊卡从未放弃，利用身边的工具坚持练习，直到这天时机终于成熟，他剪掉满是污垢的长发，来到赛场泼了小胡子一盆脏水，放出狠话想要挑战他。小胡子对他一脸不屑，狱警也准备将他拖走。经纪人丧彪念及旧情，允许他去打一场。博伊卡脱掉上衣，露出一身腱子肉。比赛开始，博伊卡不停躲避，想要适应比赛节奏。他找准机会，一拳抡在小胡子脸上，打退了他好几米，跟着上去就是连续3脚。小胡子还想还手，博伊卡赶紧又补上2拳，彻底将他打懵。最后一记凌空飞踢结束了战斗，整个监狱都为之沸腾。曾经的战神又回来了，而这也让躲在暗处的监狱长嗅到了商机，于是将他送到了格鲁吉亚监狱。在这里还有其他7个国家的格斗之王，只要在比赛中拿到冠军，便能获得自由之神。而这些所谓的经纪人，自然都要把筹码压在自家的选手身上，想要从中大赚一笔。可他们却不知，主办方为了能赢下所有赌资，竟在背地里使出阴招，一开始就让其他几位囚犯到采矿场上干苦力，每日的训练时间也只有1小时，而他们的种子选手大长脸却是天天享受阳光，并且还有陪练的对手，甚至还有专人给他送来兴奋剂。很快巴金斯的比赛开始了，众多富豪赌徒来到监狱，为自己喜欢的选手下注。第一场是由美国选手小黑对阵克罗地亚酱油哥，虽然小黑上来就被对手压制，但光听名字你们就应该知道谁赢谁输。小黑飞身一记重拳，外加一记右勾拳，直接放倒对手，获得胜利。随后第2场比赛开始，2个小配角打得不亦乐乎，最后由巴西的长毛哥轻松赢得比赛。接下来轮到博伊卡上场，他将对阵来自法国的冠军囚犯。光看体型，本以为这将是一场恶战，然而博伊卡将再次用实际行动证明，他才是这次比赛的最大黑马。博伊卡一上台就完全不给面子，各种炫酷的腿法加身法，打得法国冠军根本找不到北。随着博伊卡一次又一次的进攻，场内的激情被彻底点燃。博伊卡带来的视觉冲击让其他经纪人瞬间汗流浃背，但只有博伊卡自己知道，他的腿伤越来越严重。最后一场比赛，夺冠热门劳尔对上来自越南的冠军。面对他犀利的进攻，劳尔犹如跟小孩子过家家一般，不仅轻松躲开，还跟场上的冠军搞起了互动，这可把对手气炸了，当即展开绝学偷袭，也不管37-21，对着劳尔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却不料对方压根不当回事，随即反手就是一拳，紧接着双脚快速移动，给他豪上了一课。快准狠的打法，越南小子根本招架不住，紧接着一记侧身飞踢。随着观众不断的呐喊，劳尔也随即开始了他的表演。他掐住对方的脖子，直接将其摔在地上，接着又薅起他的头，一记重拳跟着2腿左右开弓，最后一个旋转720度飞踢，将对手放倒在地，成功晋级4强。而输掉比赛的囚犯将被遣返，可车子开到半路却停了下来。就在几人不明所以时，暗处的枪手扣动扳机，原来这就是失败的下场。而剩下的几人也没好到哪儿去，刚打完比赛就被拉到矿场工作。自从看了博伊卡的比赛，黑哥对他十分关注，也察觉博伊卡腿上有伤。由于黑哥一直在博伊卡耳边讲话，导致本就腿伤发作、疼痛难忍的博伊卡再也无法忍受。突如其来的一拳也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凝固，两人就这样打了起来。好在狱警及时发现，赶来阻止。因为公然打架，两人都被送进了臭水沟以示惩罚。哪知小黑还是一个话痨，喋喋不休的话语让博伊卡忍不住的想再揍他一顿。好在这个时候自家监狱长过来探视，得知他们整天都要在矿山干苦力活，并且只有1个小时的训练时间，两人怒气冲冲的去找主办方，希望对方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可作为老狐狸，雷恩早已想好对策，他告诉两人内部已经将劳尔定为冠军，只要跟着下注就能赚得盆满钵满。一番合计后，典狱长立马答应下来，并且纷纷开始筹钱买劳尔。另一边的两人不仅没有时间训练，就连吃饭的时候也要被拉去干活。他们知道被针对了，于是只能在干活的时候偷偷训练，每一下击打都用尽全力，搬起石头往后扔，以此增加自己的臂力。趁狱警不注意，竟还偷偷做起了俯卧撑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两人配合得越来越默契，之间的话也越来越多。黑哥特意给博伊卡找来治疗腿伤的草药，这也为之后的故事埋下伏笔。交谈中，博伊卡得知黑哥有一双儿女，但女儿才4个月时他就入狱了。深感愧疚的他拼命比赛，就是为了出狱和家人团聚，挽救被自己辜负的家庭。很快4进2的比赛正式开打，博伊卡对阵巴西冠军囚犯。由于博伊卡的腿伤还没痊愈，无法发挥出真正的实力，恰好对方又是敏捷性选手，博伊卡的进攻很难打到他。好在两人体型上有着明显差距，再加上博伊卡这段时间的高强度练习，让他的身体素质并没有衰减。博伊卡抓住机会缠住对方，利用蛮力成功将其制服。博伊卡顺利晋级决赛，而输掉的结局只有一个。由于博伊卡的表现实在太好，这让举办方和监狱长很是担忧，毕竟他们投入了全部身家。为了保证计划万无一失，监狱长单独把黑哥叫到小黑屋，说他跟博伊卡两人卿卿我我的有辱监狱文明，对着他就是一顿暴打。第2天，博伊卡吃完早餐后久久不见小黑，等来到他房间时，才发现已经被打得不能动弹。可到了中午，小黑依然被派到矿山上干活。博伊卡劝他越狱逃出去，以他的状态肯定不是劳尔的对手。可小黑听见要当逃兵，觉得有辱他的名声，大不了输掉比赛就被送回去。可旁边一个老头的话却让他当场愣住。The losing fighters all disappear. No one gets out alive.
见此情形，小黑只能让博伊卡帮他越狱。趁狱警上厕所的间隙，博伊卡举起锄头就砸向了小黑的铰链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这铰链竟然是由合金锻造而成，只是把铁锤挑断了也没能砸开。更糟糕的是，巨大的声响也引起了狱警注意。博伊卡只能选择正面硬刚，反正狱警都没有配枪，即便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在博伊卡的帮助下，成功拿到钥匙解开镣铐，黑哥就这样逃了出去。最后博伊卡因此被带走，不过他十分有底气，他猜到监狱长和背后的举办方不敢杀他，因为最后一场比赛还没打。如此庞大的盘口，一旦被正式黑幕，造成的结果不言而喻。而事实果然如他所料，由于黑哥的缺席，博伊卡和劳尔直接决赛。上场前，劳尔特意注射了海克斯科技，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。而博伊卡在黑哥给的草药帮助下，腿伤也好了很多。随着裁判的示意，比赛正式开始。一开始双方基本是势均力敌，打得有来有回，但很快劳尔灵活的优势发挥出来，逼得博伊卡节节败退。劳尔抓住空档朝他猛击2拳，一时间博伊卡有点招架不住，他迅速调整战术，想要近身缠住对方，可惜不仅没造成任何伤害，反而再次被劳尔一拳命中。随后博伊卡使出他引以为傲的旋风腿，但被劳尔一把抓住，再次将他的右腿重创，这疼得他一脚踢开劳尔。此时的他已经站不稳了，劳尔借草腿直接将他踢下擂台，全场气氛瞬间沸腾。就在所有人认为胜负已分时，博伊卡艰难翻身，他看到了眼前的拖把，想起了自己那段在厕所的卑微时光，被别人嘲讽他为厕所之王。想到这儿，博伊卡爬到拖把旁，扯出上面的拖布绑在膝盖上，他再次回到擂台，眼神里充满着杀气，紧接着直接就把劳尔撂翻，毫无章法的出拳，抓着劳尔的手，一拳打出他的血，再深深挨一拳。现在的博伊卡完全就是不要命，身上的伤，膝盖的痛，全都转化成暴怒的力量，一拳一拳的打在劳尔身上。最后他一起暴力袭击，直接将劳尔的小腿胫骨踢折，彻底失去了对抗能力。比赛也到此结束，最终博伊卡取得决赛总冠军，这可让观赛的经纪人坐不住了，他们可是把全部的身家都压在了劳尔身上。其中一人忍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，直接拿着手枪找到主办方，一枪给他崩了。本以为拿到冠军就能重获自由，可监狱长却把博伊卡帮助小黑越狱的事情怪到他头上，博伊卡也不反驳，似乎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。随后在返回的路上，狱警准备悄悄处理掉博伊卡，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而开枪之人正是小黑，紧接着又将几名狱警纷纷射杀，随后解开镣铐，迅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但令博伊卡没想到的是，接应他的居然是自家的典狱长，原来他才是真正的赢家。他并没有相信资本，而是相信自己的眼光，把全部身家买博伊卡赢。因此博伊卡不仅获得了自由，还得到了一笔丰厚的报酬。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，回家的路上，博伊卡忍不住大笑，人生就是如此，惊喜和意外总是突如其来。